2000多年前的皇帝，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安排他死后的生活的呢？他花费了28年构建的地下宫殿，铺展了昔日怎样的荣华富贵？他所最宠爱的骊姬，缘何不能陪伴他的身边呢？东方维纳斯身首何处？行知中国正在揭晓。行走中国，知晓天下，欢迎您收看《行知中国》栏目。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正在细心地清理一处古代的坑穴，沉寂千年的泥土被一点一点地剥去，被覆盖着的秘密就要暴露在今天的阳光里。不过，最初的景象却令人迷惑。一个陶制的人头露了出来，在它的旁边还有很多残缺不全的陶制肢体和人头。陶人的脸上表情丰富，有的在微笑，有的在沉思，让人联想起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但是看起来又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会留在这里？1990年的春天，西安市政府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交通设施，决定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勘定的路线就从杨凌陵区通过。考古队被首先派到工地上进行初步的考古钻探。这有一天中午，一片包谷地，我穿着个短裤，穿着个背心，领了几个探工，从早上8点到下午钻到3点，顶着烈日，包谷叶子把我胳膊全都刷红了。为什么这样？我找到感觉了，有了新的发现。就在选定的高速公路的路基下面，果然埋藏着一些地下坑穴。经过考察，人们发现，杨凌陵区的地下坑穴规模庞大，在最初探明的2个区域里，一共有48座。考古学家判断它们属于杨凌陵区的从葬坑。我认为它和陵墓的关系，它属于有了个主从的关系，墓主人是主，我要埋着这东西是为墓主人埋的，跟从的关系，这就形成了主从关系。那么这样，我就把那一批坑叫从葬坑。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诸侯和重臣才有资格在主墓穴旁边安排从葬坑，它们一般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就属于从葬坑。杨陵发现的第一批从葬坑分为南北2部分，和帝陵有一定距离，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南区从葬坑在皇后陵南面300米处有24座坑穴，北区从葬坑在帝陵西北方向500米处也有24座坑穴。考古学家对这些地下坑穴分别进行了编号，这些坑穴都是有规律的排列的，象征着皇帝生前的某种礼仪。但是究竟象征着什么呢？考古队首先对南区的6号坑、8号坑、17号坑和24号坑进行发掘，其中8号坑有291米长，比秦俑1号坑还要长81米。在揭开现代耕土层之后不久，考古队就发现了可怕的盗洞。幸好在地下坑穴里还留着一些盗墓贼不感兴趣的东西。首先吸引人们的是散落在泥土里的陶俑头，旁边还凌乱地堆积着很多陶制的肢体。残缺不全的陶俑被运出了坑穴，送到文物修复工作室。面对他们的形象，考古学家迷惑不解。以往挖掘出来的陶俑身上一般都雕刻着完整的衣服，这样的陶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经过细心的清理、比对和修补，这些2000多岁的陶俑又一次站立在人们的面前。
它们只有真人的1/3大小，约60厘米高，个个赤身裸体，皮肤被涂成橙红色，身上的所有器官，包括生殖器和肚脐眼，都被细致而真实地雕刻了出来。奇怪的是，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有人因此称他们为东方维纳斯。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形象呢？在这次出土的一些陶俑的外表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或衣服痕迹，有了实物印证，人们终于弄清了裸体陶俑的来历。原来在刚刚完工时，所有裸体陶俑的身上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而陶俑胳膊上的圆孔是用来装木质胳膊的，胳膊可以自如地扭转运动。由于年代久远，衣服和木头都腐朽了，只剩下了裸露的缺胳膊的身体。当年他们不仅穿着色彩艳丽的外套，披着威武的铠甲，手里还拿着铁制的微型兵器。所有骑兵的身下还有用木头精雕细刻的战马，每一个陶俑的神态都各不相同。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在武士的队伍中还站立着一些健康美丽的女子，有的还是骑士。她们大部分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面貌上确实有些不太一样。It's absolutely fascinating. It really is. I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o be here to witness. 陶俑永久地保留了古人的形象，使得我们至今还能够直接地面对祖先，感受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想象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杨陵的48座从葬坑里埋葬的大多数是武士，人们据此判定，这些从葬坑也象征着皇帝的军队。当时在西汉的军事上呢，它除了这个各诸侯国的地方部队，还有边防部队以外，国家的主力的，就用咱们现在的话，就是野战军吧，就是最主力部队呢，分为南军和北军。南军的主要任务是戍守王宫、攻城。北军的这个主要任务呢是保卫长安城和抵御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侵略。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南区从葬坑是汉代的南军，北区从葬坑是汉代的北军。和秦始皇的兵马俑相比，汉景帝的武士们要矮小得多，也没有那么强壮和肃穆。虽然是武士，却看不出丝毫的紧张和凝重，整装待发的姿势更像是某种优雅的舞蹈动作。这些陶俑的脸庞洋溢着生命的动感，他们有的忧郁，有的平静，有的快乐，丰富的人性呼之欲出。在这些脸上，看不到被战争和严酷的刑罚摧残的痕迹，军士们的心情是轻松而又自然的。这一切都和秦始皇的兵马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着景帝时代的安详与和平。西汉帝国的头几位皇帝都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对人民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景帝和他的父亲文帝统治时期，帝国显示出了安宁平和的景象。人们把这段难得的岁月称作文景之治。几十年仁政的结果，使得原本虚弱的西汉帝国渐渐积蓄了财富和力量，终于成为称霸东亚的强大帝国。今天来西安旅游的人们都会去游览保存完好的古城墙，这是中国最诱人的景观之一。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其实这些砖块只有600多年的历史。
古老的千年都城是在城墙之外的西北方向。公元前202年，西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把新的都城建立在渭河南岸，取名长安，意思是永远安定。几百年后，长安又成为唐朝的都城。公元9世纪，它的繁荣到达了顶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城市之一。如今地面上古长安城的遗迹已经不多见了，考古挖掘的成果只能依稀描绘出古城当年的身影。这个荒凉的大土堆在2000多年前曾经承载着一座巨大而辉煌的宫殿，叫未央宫，它是西汉皇帝的住处，景帝曾在这里生活过。皇帝的宫殿是什么样的？里面拥有多少珍奇异宝？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光阴流逝，改变了地面的风貌。面对这片土堆，我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想象。但是，往往在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保存住了一部分远去的岁月。封土堆隐藏着的地宫，应该象征着皇帝的寝宫。如果地宫没有被遭到破坏，那么我们也许会真有机会目睹传奇的古代宫殿，以及那位曾经统治中国的皇帝。2000多年来，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和人类的历史变迁，使得封土堆下的地宫已经早就面目全非了。这里的真实景象是什么样的呢？这个谜团一时还不会有答案。幸运的是就在地陵封土堆的附近，考古队员又发现了90座呈放射状分布的地下坑穴，它们也一样是主墓的附属墓葬，属于从葬坑的性质。不过呢，这些从葬坑和地陵外围代表军队的从葬坑不同，它们距离地陵很近，有些还重叠在封土堆的下面。这又意味着什么象征意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考古学家们的挖掘发现吧。走遍大江南北，讲述真实故事，亲历探寻、追寻访问、悬念推进、层层揭秘，以故事的方式讲述传奇和秘闻，为您打造中国文化的饕餮大餐。这里讲述人与动物的斗争与共存，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和感人故事。这里探索埋藏地下10000年的古老秘密，掀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让您了解不曾了解的真相。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民俗，异态纷呈的风情，还将为您揭秘有关中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音。整套编钟虽然只有19件，但跨了4个8度，只比曾侯乙编钟少了1个8度，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第1套西汉时期的编钟。这个乐器坑带给我们的喜悦还不只是1套编钟，就在同一个坑里又发现了6套编磬，总计是107件。编磬是用特殊的石头做成的，能够发出清脆的声音，跟青铜铸造的编钟组合在一起，被古人称作为金石之声，象征着最高贵和最美妙的音乐。骆庄发现的6套编磬保存的都比较完好，虽然在地下埋了1000年，但是轻轻一敲，就能够传出来自远古的声音。走遍大江南北，讲述真实故事，亲历探寻、追寻访问、悬念推进、层层揭秘，以故事的方式讲述传奇和秘闻，
为您打造中国文化的饕餮大餐。这里讲述人与动物的斗争与共存，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和感人故事。这里探索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古老秘密，掀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让您了解不曾了解的真相。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民俗，异态纷呈的风情，还将为您揭秘有关中国近现代交通发展与汽车文化的传奇故事。行知中国，边走边看，边看边讲，讲述中国，记录中国，日日有故事，天天有精彩。期待每天和您见面。豪华的马车，威武的仪仗，伴随金石之声，它究竟是谁？它与骄横奢侈的秦始皇有着怎样的关系？他是死于意外，还是死于征战？究竟有什么政治阴谋？这位神秘王公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风云变幻？行知中国正在播出。骆庄汉墓的乐器坑，一次性出土了各种古代乐器共140件，有弦乐器、打击乐器和敲击乐器，甚至还带着调音的工具。色锐上2000多年前的丝线还依稀可辨。如此众多的乐器组合，俨然一支庞大的古代乐队。能拥有这样规模的乐队，墓主人肯定是一个地位极高的王侯级人物。随着一个个陪葬坑的出土，墓主人的面貌似乎渐渐清晰了起来。考古队在发掘封土周边的陪葬坑的同时，对封土也做了初步的清理，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坑穴。坑穴里埋藏了重达几吨的粮食，大量的猪羊肘子、鱼骨、鸡骨、调料、油脂等，还有称粮食的秤砣，最大的有70多斤，最小的还不足1两。有的坑里还埋藏着古老的砚台和玩乐用的骨牌，也许都是主人生前喜爱的物品。在封土中发现坑穴，在汉代考古上还是开天荒的第一次。这些坑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坑里的埋葬物多为马、牛以及小型俑等非食用品，显示出它们具有祭祀的性质。专家因此将这些坑穴定性为祭祀坑。祭祀坑的发现说明，陵墓在埋葬过程中多次举行了复杂的礼仪活动。在一个祭祀坑中，还发现了2具牛的骨骼。而这2个牛呢是呈挣扎状的。你比如说，这个后腿啊又往前起的那个姿势。另外一只牛呢就卷曲在一起，那个腿朝上。而这个坑呢又没有这个顶盖，没有顶盖的痕迹。那么我们判断了这2个牛呢是被活埋的。牛在古代是很重要的牲畜，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和能力用整头的活牛祭祀。那位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哪位王公呢？他为什么和同时代的其他人都不一样呢？骆庄汉墓的墓葬本身比较大，你比如它的主墓室的面积，上面的开口是35米乘37米，1295平方米，这是比较大的。另外2个墓道的比较长，东墓道有100米长，西墓道呢有40多米长，就是整个这个墓道加起来的长度，东西长度约200米，像我们一个大操场一样那么大的。所以说从它的整个规模来说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目前来说啊，和这个其他地方发现的西后诸侯王陵比啊，它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之一吧。墓主人的地位已经不言而喻，
拥有如此高规格墓葬的人，无疑是西汉初年的一位王公。36座陪葬坑和祭祀坑分上、中、下3层排列，最上的一层在西墓道的北侧和南侧，往下近1米的地方是第2层，位于西墓道上侧和东墓道南北2侧。最底层位于墓葬的汉代原地表以下，是一些比较大的坑穴。为什么会形成3层排列的奇特格局呢？考古学家分析认定，墓是在主人下葬以后，由下往上一层层修建的，所以才有多层坑穴、墓葬遗迹的现象。也就是说，墓主人死于墓葬封土完成之前，那么一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墓葬的封土呢？那么这个土坑墓就是说了，应该是在上面庞列的奇特格局呢？考古学家分析认定，墓是在主人下葬以后，由下往上一层层修建的，所以才有多层坑穴、墓葬遗迹的现象。也就是说，墓主人死于墓葬封土完成之前，那么一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墓葬的封土呢？那么这个土坑墓就是说了，应该是在上面庞列的奇特格局呢？考古学家分析认定，墓是在主人下葬以后，由下往上一层层修建的，所以才有多层坑穴、墓葬遗迹的现象。也就是说，墓主人死于墓葬封土完成之前，那么一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墓葬的封土呢？那么这个土坑墓就是说了，应该是在上面庞列的奇特格局呢？考古学家分析认定，墓是在主人下葬以后，由下往上一层层修建的，所以才有多层坑穴、墓葬遗迹的现象。也就是说，墓主人死于墓葬封土完成之前，那么一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墓葬的封土呢？那么这个土坑墓就是说了，应该是在上面庞就是说了，应该是在上面庞就是说了，应该是在